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5星级酒店的拍卖会上，我妻子当着300位商界精英的面，举牌8000万拍下一幅画。这幅《春江花月夜》，我要送给我最爱的人。她含情脉脉地看向台下一个年轻男人，不是我，顾思雨。你疯了吗？我压低声音。他冷笑，江北辰，别以为你是江氏集团的总裁就能管我，这钱是我的嫁妆，我想给谁就给谁。台下传来窃窃私语，江总的妻子公然给别的男人送8000万的礼物，那个男人是谁？看起来好眼熟，好像是新锐画家宋轩，最近很火的那个。我平静地站起身，在所有人注视下走向主席台，拿起话筒，声音传遍整个会场。各位，我妻子刚才的行为代表不了江氏集团的立场，这8000万江氏不会支付。顾思雨脸色骤变，江北辰，你敢？我笑了笑，掏出手机拨通一个号码，冻结顾思雨名下所有账户，包括嫁妆基金，立即执行。话音刚落，拍卖师就收到了银行的通知，很抱歉，顾女士的账户支付失败。全场哗然，顾思雨的脸瞬间煞白，她怎么也想不到，我竟然有权限冻结她的嫁妆，不可能，那是我爸给我的钱。她歇斯底里地冲向台上，想要抢我的手机。宋轩也慌了，3步并作2步冲上来，江总，这是误会。思雨他，我侧身避开顾思雨的抓挠，看向宋轩，宋先生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叫我江总？保安，几个黑衣保镖立刻出现，将宋轩和顾思雨拦住。顾思雨还在挣扎，嘴里骂着脏话。江北辰，你个废物，除了家里有点钱还会什么？宋轩比你有才华100倍，我就是看不上你。我走到他面前，声音平静的可怕。顾思雨，你知道你爸为什么把嫁妆交给我管理吗？他愣住了。我继续说道，因为3年前顾氏集团濒临破产，是我用江氏的资源救了你们家。你以为的8000万嫁妆，其实是我借给你爸的钱，现在我要收回了。顾思雨如遭雷击，瘫坐在地上。不可能！我转身离开，留下他绝望的哭声。出了酒店，我点燃一支烟。助理小黎走过来，江总，夫人那边，从今天起，她不再是江太太，准备离婚协议书。小黎点头，明白。那宋轩呢？我弹了弹烟灰，一个靠女人养的小白脸，还想在海城混，让他知道什么叫现实。手机响起，是岳父顾建国的电话。北辰，思雨他是不是做了什么傻事？我刚收到银行通知，账户被冻结了。我没有隐瞒，顾叔叔，思雨在外面有人了，今天当着300人的面，要花8000万给那个男人买画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北辰，给叔叔一点时间，我会处理好这件事。顾叔叔，有些事情过了就过了，我已经决定离婚。什么？顾建国的声音陡然拔高。北辰，你冷静一点。这3年来，江氏和顾氏合作得很愉快，如果你们离婚，我打断他。放心，生意归生意，但是婚姻到此为止。挂断电话，我看向夜色中的海城，这座城市即将迎来一场风暴。第2天一早，离婚协议书就送到了顾思雨手里。他坐在客厅沙发上，手里拿着那份文件，脸色苍白。江北辰，你来真的？我在他对面坐下，姿态轻松。当然，昨天的事情，整个海城都知道了。你让我在300个商界精英面前丢脸，还指望我继续忍着？顾思雨咬了咬唇，
我和宋轩是真心相爱的，而你只是一个只会靠家里关系的废物。除了钱，你还有什么？我笑了。你说的对，我确实只有钱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从文件夹里抽出一份股权转让书。你现在住的这套别墅是我买的，你开的那辆玛莎拉蒂是我买的，你身上穿的那些奢侈品还是我买的，甚至你爸的公司能活到现在也是因为我。顾思雨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我继续说道，离婚后这些东西你都要还给我，包括你现在身上那条价值20万的项链。他下意识地捂住脖子，这是你送我的结婚礼物。没错，现在我要收回。我站起身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顾思雨，现在摘下来，我还能给你留点体面，否则我会让保镖来做。他颤抖着手，缓缓解开项链扣，钻石项链掉在茶几上，发出清脆的撞击声。很好，我捡起项链，现在签字吧。我不签。顾思雨突然站起来，我要分你一半的家产。我们结婚3年，我有权利分到江氏的股份。我摇摇头，看来你还是没搞清楚状况。掏出手机，拨通一个号码，把东西送上来。5分钟后，门铃响起，进来的是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，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。江总，您要的文件。我接过文件，递给顾思雨。这是什么？他疑惑地问。婚前财产公证书，还有我们的结婚协议。你忘了吗？结婚前你亲口说过，你嫁给我不是为了钱，所以我们签了协议，婚前财产各自归各自，离婚时不分割财产。顾思雨看着文件上自己的签名和手印，脸色惨白。这不算数，法律上算数就行了。我重新坐下，点燃一支烟。顾思雨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签字还是不签？他看了看文件，又看了看我，眼中满是不甘。如果我不签呢？那你就等着法院传票吧。到时候不仅要离婚，你还得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。昨天你当众羞辱我造成的名誉损失，律师说至少值500万。顾思雨彻底慌了。500万？我哪有那么多钱？那就用你爸的公司来抵。他瘫坐在沙发上，眼泪终于流了下来。江北辰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们好歹是夫妻3年。夫妻？我冷笑，一个背着丈夫和别的男人偷情的女人，也配说夫妻？你知道我这3年是怎么过的吗？表面上和和睦睦，实际上你心里根本没有我。每次出差回来，你都在和宋轩通电话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顾思雨惊恐地看着我。你都知道？我当然知道。我弹了弹烟灰，我只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。昨天，你终于给了我这个机会。门外传来汽车轰鸣声，我走到窗边，看到一辆红色法拉利停在门口。宋轩从车上下来，匆匆忙忙跑向别墅。你的救兵来了，我对顾思雨说。他立刻站起来，想要去开门。我劝你最好让他别进来，我淡淡地说，除非你想让他和你一起承担法律责任。顾思雨停住脚步。什么意思？破坏他人婚姻也是要承担责任的，特别是在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。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录音笔，这里面有你们过去3个月的通话录音，每一句话都可以当作法庭证据。顾思雨的脸瞬间煞白，身体摇摇欲坠。宋轩在门外敲得很急。思雨，你在吗？开门啊！顾思雨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恐惧。你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我将离婚协议书重新推到他面前，签字，然后和你的宋轩从我面前消失。
从今以后，我们互不相欠。他颤抖着拿起笔，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。墨迹还没干，门外的敲门声更急了。思雨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江北辰那个混蛋对你做了什么？我走过去开门，宋轩看到我，眼中燃烧着怒火。江北辰，你个卑鄙小人！昨天在拍卖会上羞辱思雨还不够，今天又来干什么？我让开身体，示意他进来说话。宋轩冲进客厅，看到坐在沙发上的顾思雨。思雨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顾思雨抬起头，眼中满是泪水。轩轩，我们完了，什么意思？宋轩不解。我将已经签好的离婚协议书扔在茶几上，意思就是你们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，不用再偷偷摸摸。宋轩愣了一下，随即狂喜。真的，你们离婚了？他一把抱住顾思雨。太好了，思雨，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。顾思雨却没有丝毫喜悦，反而哭得更厉害。轩轩，你不明白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房子是他的，车子是他的，连我身上的衣服都是他买的，我爸的公司也是靠他才活下来的。宋轩的笑容僵在脸上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不是海城首富的女儿吗？我在一旁冷笑。首富的女儿？宋先生，看来顾思雨没有告诉你实情。3年前，顾氏集团就已经破产了，是我出钱收购，让顾建国继续当总裁。顾思雨的所谓富家千金身份，不过是我给他撑起来的假象。宋轩不敢置信地看着顾思雨。思雨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顾思雨低着头，不敢回答。宋轩后退了几步，脸色变得很难看。所以你其实什么都没有，你一直在骗我。轩轩，我没有骗你。顾思雨急忙解释，我是真心爱你的，钱不重要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宋轩摇摇头，重新开始。思雨，你知道我为了追你花了多少钱吗？那幅画的创作成本就要20万，还有那些昂贵的约会、高档餐厅、名牌礼物。我以为你是千金小姐，以为你会给我8000万买画，结果你告诉我，你什么都没有。顾思雨彻底呆住了，他做梦都想不到，宋轩接近他，竟然是为了钱。轩轩，你不是说爱我吗？爱？宋轩冷笑，我爱的是你的身份，是你的财富，一个一无所有的女人，我为什么要爱？说完，他转身就要走。顾思雨连忙追上去，轩轩，不要走，我们可以一起努力，一起奋斗。宋轩甩开他的手，别碰我。顾思雨，你让我在那么多人面前丢脸，现在整个海城都知道我是靠女人养的小白脸，我的名声全毁了，这笔账我迟早要和你算清楚。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顾思雨跌坐在门口，嚎啕大哭。我走过去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现在知道什么叫现实了。你以为的真爱，不过是一场利益交换，而你什么都没有。我转身走向楼上，留下他一个人在客厅哭泣。收拾行李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我助理小李。江总，顾氏集团那边出事了。什么事？顾建国刚刚召开紧急会议，宣布要和江氏解除合作关系。他说江氏逼迫他女儿离婚，违背商业道德。我冷笑一声，有意思，告诉顾建国，明天上午10点，江氏董事会将讨论顾氏集团的债务问题，提醒他3年前欠江氏的12亿资金该还了。小李在电话里倒吸一口凉气，12亿，顾氏根本还不起，那就破产清算。江总，这样做会不会太……小李，
在商场上没有朋友，只有利益。顾建国想和我斗，那就让他看看什么叫江氏集团的实力。第二天上午，海城商界传来一个爆炸性消息，江氏集团正式向顾氏集团追讨12亿债务，期限3天，否则将启动法律程序，申请顾氏破产清算。消息一出，整个海城震动，顾氏集团的股价瞬间跳水，跌停板都封不住。无数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开始催讨欠款，银行也冻结了顾氏的信贷额度。下午3点，我正在办公室处理文件，秘书敲门进来：“江总，顾建国先生求见，让他进来。”顾建国进门时，整个人都苍老了许多，原本笔挺的西装皱巴巴的，头发也有些凌乱。北辰，你这是要逼死我啊！他一进门就跪了下来，求求你收回那个债务追讨令，12亿，就算把整个顾氏卖了也还不起啊！我没有起身，依然坐在办公桌后。顾叔叔，是你先违背契约的。昨天你在媒体面前说要和江氏解除合作关系，既然合作关系结束了，债务当然要清算。顾建国抬起头，眼中满是绝望。北辰，我知道错了，思雨他不懂事，做了对不起你的事，但这是他个人的问题，不应该影响到2家企业的合作。求你看在我们多年交情的份上，给顾氏一条活路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过了很久才开口：“顾叔叔，3年前你来求我的时候，也是这样跪着。那时候你说，只要我肯救顾氏，你愿意把思雨嫁给我。现在你女儿要和我离婚，还当众羞辱我，你觉得我还有什么理由帮你？”顾建国痛苦地闭上眼睛。北辰，我会约束思雨的，我会让她和那个姓宋的断绝关系。只要你愿意再给顾氏一次机会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我摇摇头。顾叔叔，有些话说出去就收不回来了，有些事做了就做了，没有后悔药。思雨选择了那个男人，那就让他承担选择的后果。你们顾家也一样。正说着，办公室的门被推开，顾思雨冲了进来，后面跟着几个保安。江总，对不起，我们拦不住他。保安队长歉意地说。我摆摆手，没关系，你们先出去。顾思雨跑到我面前，梨花带雨：“江北辰，求求你放过我爸的公司，你要报复就冲我来，不要连累无辜的人。”我看了他一眼，现在知道求我了。昨天在拍卖会上，你可不是这个态度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顾思雨突然跪下来，抱住我的腿。我不该背叛你，不该当众羞辱你。只要你能原谅我，我愿意做任何事，甚至我可以不离婚。我低头看着他，眼中没有丝毫温情。不离婚？顾思雨，你觉得我还会要一个背叛过我的女人？你以为道歉有用，我就会原谅你？我用力抽回自己的腿。顾思雨跌坐在地上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有些事做了就做了。你选择了宋轩，那就去找他帮你解决问题。还是说他已经不要你了？顾思雨的脸色瞬间惨白。他确实去找过宋轩，但那个男人根本不见他，甚至还换了电话号码。江北辰，你明知道宋轩那个人渣已经抛弃了我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羞辱我？羞辱？我冷笑，是你自己选择了一个人渣，怪得了谁？门外传来嘈杂的声音，我的助理小李匆忙走进来。江总，外面来了好多记者，他们说有人爆料江氏恶意讨债，逼迫合作伙伴破产。我皱了皱眉，谁放的消息？好像是宋轩。小李小心翼翼地说，他在微博上发了一条长文，
说江氏集团为了报复个人恩怨，不择手段打压无辜企业，现在网上炸开锅了，很多人都在声讨江氏。我拿出手机，打开微博，宋轩的那条微博已经转发了10万次，文章写得情真意切，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受害者，把我描述成一个仗势欺人的恶霸。评论区里，无数网友在声讨江氏集团，资本家就是无耻，为了一个女人就要搞垮别人公司，江北辰这种人就应该被封杀。顾思雨也看到了那条微博，脸上露出希望的光芒。你看，现在全网都在支持我们，江北辰，你如果继续一意孤行，就是和全国人民为敌。我看着手机屏幕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有意思。我拿起办公桌上的内线电话，让公关部总监上来。3分钟后，公关部总监张林匆匆赶到。江总，网上的舆情我们已经关注到了，现在应该怎么处理？要不要先澄清一下，说江氏和顾氏的债务纠纷与个人感情无关？我摇摇头，不急，你去联系3个人。第一个，海城银行董事长李明华；第二个，财经日报总编辑王志强；第三个，海城商会会长陈国华。让他们准备一下，明天上午10点召开新闻发布会。张林愣了一下，江总，您是要我要让所有人看看什么叫真正的证据？顾思雨和顾建国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恐惧。江北辰，你要做什么？顾思雨颤抖着问。我没有理他，而是继续对张林说道，另外，联系律师事务所，我要起诉宋轩造谣诽谤，索赔1000万，还有调查他的税务问题。这种网红画家收入来源复杂，肯定有偷税漏税的行为。张林点头，明白了，我马上安排。等张林离开后，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顾家父女。顾建国颤抖着说，北辰，你这是要彻底撕破脸啊！撕破脸？我冷笑，是你们先撕破脸的。既然要战，那就战到底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江氏集团的实力。我走到落地窗前，俯瞰着脚下的海城。顾叔叔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3天内还清12亿债务，否则顾氏集团将会从海城消失。至于你女儿，我回头看了顾思雨一眼，她选择了宋轩，那就让她承担选择的后果。从今以后，她的死活与我无关。顾思雨瘫坐在地上，眼中满是绝望。她终于明白自己到底失去了什么，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丈夫，而是整个未来。当天晚上，我回到江家老宅，爷爷江老爷子正在书房里等我。北辰，听说你和思雨离婚了。我在他对面坐下。今天刚办完手续，还有顾氏的事情，我都知道了。老爷子放下手中的茶杯，认真地看着我。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按照商业规则处理。我平静地回答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老爷子沉默了一会儿。北辰，你现在的做法，外人看来可能过于绝情，会影响江氏的声誉。爷爷，您是在劝我手下留情，我是在提醒你，商人要有商人的格局。老爷子站起身，走到书架前。当年我建立江氏集团的时候，也遇到过背叛，但是我没有赶尽杀绝，而是选择了宽恕。结果那些人后来都成了江氏最忠诚的合作伙伴。我摇摇头，爷爷，时代不同了，现在的商场不是靠仁慈能站稳脚跟的。顾思雨背叛了我，顾建国违背了契约。如果我选择原谅，其他人会怎么看江氏？
会认为姜氏软弱可欺。老爷子转身看着我，那你准备怎么做？让整个海城都看看背叛姜氏的下场。杀鸡儆猴。老爷子点点头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那就做到底。但是记住，要师出有名，要站在道理上，不能让人抓到把柄，明白？第二天上午，姜氏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偌大的会议厅里坐满了记者和商界人士。我穿着笔挺的西装，坐在主席台中央，身边是海城银行董事长李明华、财经日报总编辑王志强以及海城商会会长陈国华。面对台下几十架摄像机，我的表情平静如水。各位媒体朋友，今天召开这个发布会，是为了澄清一些不实传言。关于姜氏集团恶意讨债的说法，完全是造谣诽谤。我示意助理打开投影仪，大屏幕上出现了一份详细的财务报表，这是顾氏集团3年来的真实财务状况。2021年，顾氏集团因投资失败，负债累累，濒临破产。姜氏集团出于多年合作关系，向顾氏提供了12亿紧急资金，条件是3年后归还，年利率 5%。现在3年期限已到，姜氏要求归还本息，完全合理合法。台下的记者开始窃窃私语，有记者举手提问：姜总，据说您要求归还债务是因为与顾总裁女儿的感情纠纷，这是真的吗？我看着那个记者，平静地回答：商业归商业，感情归感情。姜氏集团不会因为个人感情影响商业决策。如果有人散布不实言论，损害姜氏声誉，我们将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。海城银行董事长李明华接过话筒：我可以证明，姜氏集团向顾氏集团提供的12亿资金确实是正当的商业借贷，所有手续都是通过海城银行办理的，完全合规。现在姜氏要求归还，符合当初签署的协议条款。财经日报总编辑王志强也开口了：我们财经日报一直关注海城企业的发展，顾氏集团这3年来能够起死回生，确实是因为姜氏的资金支持。如果没有姜氏，顾氏早就破产了。现在某些人在网上颠倒黑白，说姜氏恶意讨债，完全是无稽之谈。海城商会会长陈国华最后发言：作为海城商会的会长，我必须为姜氏集团澄清，姜氏集团是我们海城的标杆企业，一直以来都秉承诚信经营的原则。3年前救助顾氏，体现的是企业家的担当；现在按协议收回资金，体现的是对契约精神的坚持。我们商会完全支持姜氏的做法。3个重量级人物的发言，瞬间扭转了舆论风向。原本声讨姜氏的网友开始反思，有人翻出了3年前顾氏集团濒临破产的新闻，有人扒出了顾思雨和宋轩的聊天记录，更有人发现了宋轩过往的劣迹，包括欺骗感情、骗取钱财等。微博上的风向彻底转变，原来是这样，姜氏才是受害者。顾思雨这个女人太不要脸了，宋轩就是个渣男，专门骗富家女，支持姜氏讨债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我看着手机上的评论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这就是舆论的力量，谁掌握了话语权，谁就能主导事情的走向。发布会结束后，我回到办公室，秘书告诉我，宋轩已经被税务部门带走调查，初步发现他偷税漏税超过500万。另外，律师事务所也正式向法院起诉他造谣诽谤。还有，姜总，
秘书小心翼翼地说：“顾思雨在楼下大厅里等您，他说一定要见您一面。”我看了看时间，下午3点，让他上来吧。10分钟后，顾思雨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门口，他的样子比昨天更憔悴了，眼睛红肿，头发凌乱，脸色苍白的像纸一样。江北辰，求求你收手吧！他一进门就跪下了。宋轩已经被抓了，网上的舆论也转向了。你已经赢了，为什么还要逼我们家破产？我没有让他起来，就那样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顾思雨，你觉得这是游戏吗？输了就求饶，赢了就嚣张。3天前，你在拍卖会上羞辱我的时候，可没想过今天。我没想到会这样。他痛哭流涕。我以为宋轩真的爱我，我以为他会和我一起面对困难，结果他不仅抛弃了我，还在网上诽谤你。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走到饮水机前，给自己倒了一杯水，知道错了。顾思雨，你知道错在哪里吗？他抬起头，眼中满是希冀。我不该背叛你，不该当众羞辱你，不该选择宋轩。错。我摇摇头，你最大的错误是高估了自己的价值。你以为自己是千金小姐，以为有的是选择，实际上你什么都不是。没有我，你就是一个普通的破产户女儿。没有江氏，顾家早就完蛋了。可是你却选择了背叛，选择了一个只看重你外表财富的渣男。这就是你的眼光，这就是你的智商。顾思雨被说得哑口无言，只是一个劲的哭。我喝完水，重新坐回办公桌后，现在哭有什么用？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没有回头路了。明天是最后期限，如果顾氏还不上钱，就等着破产清算吧。江北辰，顾思雨突然站起来，眼中燃烧着绝望的怒火。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？我爸为了救公司，已经去借高利贷了。如果顾氏破产，他会被那些人打死的。你忍心看着一个老人因为女儿的错误而死吗？我的表情没有丝毫波动，那是他的选择。如果他当初管好自己的女儿，就不会有今天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顾思雨彻底绝望了。他知道，无论说什么，我都不会改变主意。3年的夫妻情分，在他背叛的那一刻，就已经荡然无存了。当天深夜，我正在家里看书，管家急匆匆走进书房：“少爷，出事了！顾建国在江氏大楼楼下跳楼了。”我手中的书掉在地上。什么？刚刚收到消息，顾建国从20层跳下来，当场死亡，现场留了遗书，说是为了女儿的错误赎罪。现在警察和记者都到了，江氏大楼被围得水泄不通。我立刻起身，抓起外套往外走，备车，马上去公司。20分钟后，我赶到江氏大楼，大楼前面拉起了警戒线，救护车的红蓝灯光在夜色中闪烁。地上有一滩血迹，已经被白布盖住。无数记者和围观群众聚集在周围。我看到顾思雨跪在白布旁边，撕心裂肺地哭喊：“爸，爸，你醒醒啊！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害了你！”警察正在现场勘查，记者们不停地拍照。人群中有人认出了我，江北辰来了，就是他逼死了顾建国。杀人凶手！愤怒的声音此起彼伏，有人甚至拿起石头朝我扔过来。保镖立刻围在我身边，护送我进入大楼。电梯里，我的心情五味杂陈。顾建国的死确实超出了我的预料，我以为他最多就是破产，没想到他会选择跳楼。回到办公室，助理小李已经在等我。江总，这件事影响很大，网上已经炸开锅了，
都在说您逼死了顾建国，股价开始下跌，合作伙伴也在观望。我在沙发上坐下，点燃一支烟。顾建国留了什么遗书？他说自己女儿犯了错，连累了顾氏集团。作为父亲，他必须承担责任，用自己的命来还债，希望江氏能放过顾氏集团。我深深吸了一口烟。顾建国这一招确实够狠，用自己的生命道德绑架我，让我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。如果我继续追债，就是不仁不义，逼死人还不罢休；如果我放弃追债，就是示弱，让其他人看笑话。江总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小李小心翼翼地问。我弹了弹烟灰，陷入沉思。正在这时，办公室的门被推开，爷爷江老爷子拄着拐杖走了进来。爷爷，您怎么来了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我能不来吗？老爷子在我对面坐下，脸色严肃。北辰，你现在打算怎么处理？我还在想，那我来告诉你该怎么做。老爷子的声音很平静，但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。明天，江氏将宣布放弃对顾氏集团的债务追讨，同时设立顾建国教育基金，每年捐款1000万，帮助贫困学生，以此表达对逝者的尊重和哀悼。我皱了皱眉，爷爷，这样做会让人觉得江氏示弱。示弱？老爷子摇摇头，这叫大度。一个真正强大的企业，不是靠逼死债务人来展示实力的，而是靠宽容和责任感来赢得尊重的。顾建国已经死了，你继续追债还有什么意义？钱能要回来吗？要不回来，那就放手吧。老爷子站起身，12亿对江氏来说不算什么，但是这个决定能让所有人看到江氏的格局。有时候，适时的妥协比一味的强硬更有效果。我沉默了很久，最后点点头。我明白了，爷爷，明天我会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宣布这个决定。老爷子满意地点点头，这才是我的好孙子。记住，做人要有底线，做事要有分寸。顾建国已经用命偿还了女儿的错误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。第二天上午，江氏集团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。我穿着黑色西装，神情肃穆地站在台前，台下坐满了记者，闪光灯不停地闪烁。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好。昨晚发生的悲剧让我们深感痛心。顾建国先生是海城商界的老前辈，他的离世是整个商界的损失。经过江氏集团董事会连夜讨论，我们做出以下决定。我停顿了一下，扫视台下的记者。第一，江氏集团正式放弃对顾氏集团12亿债务的追讨。第二，江氏将设立顾建国教育基金，首期投入1000万，每年追加1000万，用于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。第三，江氏将全力协助顾氏集团渡过难关，保证员工就业和企业正常运营。台下哗然，没有人想到江氏会做出这样的决定。有记者举手提问：江总，您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？是因为舆论压力吗？我看着那个记者，平静地回答：生命面前，金钱不值一提。顾建国先生用生命为女儿的错误承担了责任。作为晚辈，我们应该给予理解和宽恕。江氏集团不是无情的商业机器，我们有社会责任感，有人文关怀。另一个记者问道：那您对顾思雨女士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沉默了几秒钟。每个人都会犯错，重要的是要承担后果，学会成长。我希望顾女士能够从这次教训中吸取经验，重新开始。江氏不会追究过往，但也不会再有任何交集。发布会结束后，
网上的舆论再次发生反转，姜氏太有格局了，这才是大企业的风范。姜北辰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顾思雨真是太幸运了，摊上这样的前夫。姜氏的股价不但止跌回升，还创了新高。无数合作伙伴表达了对姜氏的敬佩和支持。下午，我正在办公室处理文件，秘书敲门进来：“姜总，顾思雨女士求见。她说要当面向您道谢。”我想了想，让她进来吧。5分钟后，顾思雨出现在我面前，她穿着黑色的丧服，脸色苍白，眼睛红肿，整个人看起来憔悴不堪。姜北辰，谢谢你。他站在办公桌前，深深地鞠了一躬。如果不是你放弃追债，顾氏集团真的要完蛋了，上千名员工会失业，我爸的心血会化为乌有。虽然他已经走了，但至少他创建的企业还在。我没有起身，只是淡淡地看着他。不用谢我，这是我爷爷的决定，我个人对你们没有任何同情。顾思雨咬了咬唇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我也恨我自己。如果我没有背叛你，如果我没有被宋轩那个人渣欺骗，我爸就不会死，顾氏也不会陷入危机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拿起桌上的文件，低头继续工作。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也不用在我面前检讨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走吧。顾思雨站在那里，眼泪又流了下来。姜北辰，如果我当初没有选择宋轩，如果我珍惜我们的婚姻，你还会爱我吗？我终于抬起头，看着他。顾思雨，爱情不是游戏，不能重来。你既然选择了背叛，就要承担后果。我可以原谅你父亲，可以帮助顾氏集团，但我永远不会原谅你，因为你背叛的不仅仅是我，还背叛了我对你的信任。这种背叛一辈子都洗不掉。顾思雨痛苦地闭上眼睛。我明白了，姜北辰，虽然我们不可能重来，但我想告诉你，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男人，是我配不上你，不是你配不上我。我会带着这个遗憾过完下半生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了办公室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中毫无波澜。有些人，有些事，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再多的后悔和眼泪都换不回时光。3个月后，海城传来消息，宋轩因为偷税漏税和诈骗罪被判刑5年。他在法庭上痛哭流涕，请求原谅，但法官没有给他任何宽恕。顾氏集团在姜氏的帮助下重新站稳了脚跟。顾思雨接任总裁，他变得沉稳了许多，再也没有当初的任性和骄傲。听说他每天都会去父亲的墓前坐一会儿，忏悔自己的过错。而我，生活回归了平静。这天傍晚，我在姜家老宅陪爷爷喝茶。北辰，你现在还恨顾思雨吗？老爷子突然问道。我放下茶杯，想了想，谈不上恨，也谈不上原谅。对我来说，他已经是个陌生人了，就像路上偶然遇到的路人，没有任何感情波动。老爷子点点头，这样最好。仇恨会消耗人的精力，宽恕也未必是好事。最好的状态就是彻底放下，当作从来没有发生过。是的，我端起茶杯，轻抿一口。我现在就是这种状态。那你有没有考虑过重新开始？老爷子笑了笑。苏家的那个丫头苏婉，不是一直对你有意思吗？她刚从国外回来，听说在问你的近况。我摇摇头，爷爷，我现在不想考虑感情问题，姜氏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处理，而且经历了顾思雨的事情，我对女人已经没有什么信任感了。北辰，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就否定所有人。
老爷子语重心长地说，顾思雨是顾思雨，苏婉是苏婉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不能一概而论。我知道，但是我真的不想再经历一次背叛，那种被最亲近的人伤害的感觉太痛苦了。老爷子看着我，眼中满是心疼。孩子，你还年轻，不能因为一次失败就放弃整个人生。爱情虽然有风险，但也有美好。你不能因为害怕受伤，就拒绝所有的可能性。我沉默了很久，确实，顾思雨的背叛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。现在的我已经很难再相信任何女人了，即使是最简单的交往，我也会怀疑对方的动机。这种怀疑让我觉得很累。爷爷，再让我想想吧，也许过段时间我会尝试重新开始，但现在我真的没有这个心情。老爷子点点头，好，我不逼你，但是你要记住，时间是最好的良药，总有一天你会放下过去，拥抱未来。夜深了，我回到自己的别墅，这是我和顾思雨曾经生活过的地方。现在房子还是那个房子，但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。我走进书房，拿出一瓶红酒。今晚我想一个人静静地回顾这几个月发生的一切，从顾思雨的背叛，到顾建国的死亡，再到现在的平静。人生就像一场戏，有高潮，有低谷，有结束，而我就是这场戏的主角。我必须为自己的每一个选择负责，无论是原谅还是报复，都是我的选择。现在想来，也许爷爷说的对，适时的宽恕比一味的报复更有意义。顾建国已经死了，顾思雨也付出了代价，继续纠缠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，不如就此放下，重新开始。半年后，海城商界举办年度慈善晚宴，作为江氏集团的总裁，我必须出席。晚宴在海城最豪华的5星级酒店举行，到场的都是海城的商业精英和社会名流。我穿着定制西装，独自坐在江氏集团的桌位上，周围的人都在热烈的交谈，但我更愿意一个人安静的观察。突然，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顾思雨。她穿着一身简洁的黑色礼服，头发简单的梳在脑后，没有了以前的珠光宝气，整个人看起来朴素了很多。她正在和几个合作伙伴交谈，讨论顾氏集团的未来发展。从她的表情和姿态来看，她确实成熟了许多，不再是当初那个任性骄傲的千金小姐。我们的目光偶然相遇，她愣了一下，然后朝我点了点头，算是打招呼。我也礼貌地回应了一下，然后移开了视线，就像陌生人一样，客气而疏远。晚宴进行到一半，主持人开始介绍今年的慈善项目。今年的慈善拍卖，我们将为山区儿童教育募集资金。第一件拍品是著名画家李大师的山水清音。拍卖开始了，各路富豪纷纷举牌，价格很快飙升到800万。我没有参与，只是静静的观看。突然，顾思雨举起了手牌，1000万，全场都安静了下来。1000万对于现在的顾氏集团来说，绝对不是小数目。主持人确认道，顾氏集团出价1000万，还有更高的吗？没有人再举牌。恭喜顾氏集团以1000万的价格拍得山水清音。掌声响起。我看着顾思雨，她的脸上没有任何得意，只有平静。这幅画她肯定是要捐出去的，她用这种方式为山区儿童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，也用这种方式为自己的过去赎罪。拍卖结束后，我在酒店的露台上抽烟。夜色中的海城灯火辉煌，霓虹闪烁，
这座城市见证了我的成长，也见证了我的痛苦。江北辰，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。我转身，看到顾思雨站在不远处。什么事？我平静地问。我想和你说几句话。他走过来，站在我身边。今天看到你，我想起了很多往事，有美好的，也有痛苦的，但不管怎样，那都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部分。我没有回应，只是继续抽烟。江北辰，我知道你永远不会原谅我，我也不奢求你的原谅。我只想告诉你，这半年来，我每天都在反思自己的错误。我终于明白，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，不是金钱，不是地位，更不是虚无缥缈的爱情，而是责任，是担当，是对身边人的珍惜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继续说道：我用父亲的生命为代价，才学会了这些道理。代价太大了，大到我一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，但至少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我弹了弹烟灰，淡淡的说：能认识到这些，说明你确实成长了，但这些和我没有关系。你的成长，你的反思，都是你自己的事情，我不需要知道，也不感兴趣。顾思雨苦笑一声：我知道你会这样说，但我还是想说出来，哪怕只是为了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。我抽完最后一口烟，将烟头扔进垃圾桶。顾思雨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你有你的路要走，我有我的生活要过，我们不需要再有任何交集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了露台，身后传来顾思雨轻声的告别：江北辰，愿你幸福。我没有回头，也没有回应。有些告别不需要言语，有些过去不需要释怀。时间会冲淡一切，包括爱，包括恨，包括所有的记忆。而我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人生了。离开酒店的路上，助理小李问我，我平静地站起身，在所有人注视下走向主席台前身。我想了想，点点头，安排一下，我去接他。也许是时候重新开始了，也许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机会了。生活还在继续，而我不能永远活在过去的阴影里。海城的夜色很美，霓虹灯照亮了整座城市。我开着车驶向未来，身后的一切都已经成为历史，前方的路充满了无限可能，而我准备好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